这里刷刷 MBTI 你来问，刷来答。一个功能有3个与之相对的对应面，以 TI 举例，劣势 FE 对手 TE 魔鬼 FI， 他们之间的关系如何评价？哪一个会更擅长，哪一个会更厌恶？对于不同的人而言，哪一个才是互补或者互斥？哎呀，怎么都是这种很难一段话讲清楚的问题。我不算完全 get 到这个问题的意思，但是我大概理解一下，尽量回答。这个回答说实话对我来说蛮痛苦的，因为我知道我给的答案是没有那么清晰的，至少在我自己的标准下是这样。所以我先超快速的总结一下，想省流的看完总结可以跳过正片啊。用一个奇怪的比喻总结，在 TI 的视角下， TE 就像是金子做的马桶，好，不错，你厉害，但我不会这么做。FI 就像是塑料做的结婚戒指，不知道是你在挑战我的底线，还是我 get 不到你的严肃性。FE 就像是马路上的口香糖，我走着走着踩到了，然后不得不小心翼翼的开始避开看起来像口香糖的东西。在 MBTI 的背后，很多人已经知道有8种比 I、E、T、F、N、S 这样的区分更为细致的心理过程，其实就是把思维 T、情感 F、直觉 N、实感 S 根据心理能量朝外还是朝内再做区分。区分之后，思维就不只是 T， 而分为 I 的 T 和 E 的 T， 也就是俗称的 TI 和 TE。而其他心理过程也是同理。我们就拿 TI 作为例子，先来看看 TI 和 TE 之间的关系。首先，他们同属于思维 T 这个心理过程的大类，这是他们的共同点，也就是说，他们都追求去建立起某种不受情感所左右，相对更讲因果逻辑，相对更加能够量化的秩序。但是在内在去建立和在外在去建立，差别是巨大的。因为你向内去建立的时候，意味着你在远离外界的秩序，自己去制定自己的秩序；而你向外去建立的时候，意味着你在放下自己的秩序，试图去制定和管理外界的秩序。自己制定的秩序最需要的是什么？是自洽、闭环，自己前后一致。而制定管理外界的秩序最需要的是什么？是开放，是和外界的接触，是顺应外界的需求，是交流。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你要养好自己，那不需要和外界太多的沟通，只需要不断的问自己要什么，该怎么样。但是你要养好哪怕是外界的一只猫、一只狗，你都得根据它去制定这个该怎么做。所以如果你要去和 TI 说你必须照顾好自己，他会觉得理所当然，每个人当然要照顾好自己。但如果你跟他说你必须要照顾好这只猫、这个人、这件事、这群人，他会感到很大的压力，或者觉得这不该全算到我头上吧。TI 和 TE 的关系就是如此，他们对于怎么样算达标这个标准很接近，但是在到底谁该达标上，他们冲突得很厉害。TI 要我达标，要主体达标 ；TE 要大家达标，要客体达标。非要我一句话来评价这种关系，我会说他们就像惺惺相惜的对手啊，对方总是用自己能理解但不会做的方式和自己对抗。临时合作可以，别想我长期加入你。那有人会问，那 TI 和 FI 呢？这两个都是去建立起内在的秩序，都是指向主体、指向个人的，他们之间的关系会怎么样？其实按照上面的分析，我们已经可以知道 TI 和 FI 都要我达标，要主体达标，个人达标，但是他们的标准评判非常不一样。因为 FI 是向内的情感 feeling 的过程，也就是以人的情感啊、立场啊、人性的价值啊等人类个体或社会层面的规则作为标准。那我问你，爱怎么量化？道德伦理怎么量化？人情世故怎么量化？可能从精神分析、从哲学、从经济学等角度有去解构他们的方式，但是对于一个原生的人而言，不借助二手的被构建好的体系架构的话，绝大部分情况下，爱啊、情感啊这些东西是说不清道不明的。你只知道什么时候违背了自己的良心，感觉到内疚了，什么时候感觉到了爱，感觉到温暖了，但是无法给它一个精准的定义、精准的界定。不像你考试考了第1名比第2名高了14分，这是明明白白的标准。所以非要我用一句话来评价 TI 和 FI 的关系，因着他们都指向主体个体，在他们的眼中是会更容易去审视对方的。
TI 和 TE 就像是两个人，一个人说我要自己好，另一个人说我要大家好。行，那咱们目标不同。但是 TI 和 FI 就像两个人，一个人说我要自己好，另一个人也说我要自己好，然后彼此觉得，哎，我们好像有的聊，但深聊一下发现又不是那么回事儿，会觉得，哎，你要自己好，但是自己好不是你这样的吧？你在我的标准里其实自己并不怎么好。TI 觉得 FI 自相矛盾 ，FI 觉得 TI 推卸责任，所以在最较真的情况下，他们很容易彼此伤害，甚至彼此动摇。但是，一旦找到了让他们共处的方式，世界会变得特别的广阔。很多时候，他们走不到这么深的这一步，反而会做的是后退一步，停留在 OK，我们都是为主体好，停留在这里共存。我不是指这种共存就很表面很肤浅，不是的，他们其实也很有深度，这是相对而言的浅，因为他们深度的彼此理解在人类史上可能都是颇为罕见的。最后就是 TI 和 FE 的关系了，他们的关系有一个词叫做 polarities， 就是两极的意思。换句话说 TI 和 FE是离得最远、对立性最强的两个心理过程，一个要个人不受集体影响，一个要集体优于个人，一个要远离情感影响，一个要接受情感影响啊。那有人会问，为什么他们还是一组功能轴，总是同时会存在于意识中呢？我问你啊，假设你一直为自己负责，你一直都不太顾及集体，一直都根据逻辑啊、因果关系啊这种分析来做决策，不太考虑情感的因素，在这个世界上，你最不想投入精力的会是什么？是集体，是情感，对不对？大概理解我的意思了吧？这其实是人格类型特别巧妙的一点，因为它帮助我们意识到啊，其实如果你想逃离一个东西，在某种意义上，它也会一直占据你的注意力的，它会一直占据你的心神的。所以如果非要评价 TI 和 FE 之间的关系，我会说他在最开始可能意识不到彼此，但是一定会在对方上摔一跤，然后意识到，从此之后他们意识到彼此的存在，甚至总会试着从彼此的角度看待问题，但他们很讨厌这么做，这么做的时候很累，完全不舒服。看完了可以去片头再看看比喻啊，我觉得那个比我后面一大串正文好像都好懂很多。一定要知道这种纯粹的功能关系能展开的角度方向，例子太多了。比如，如果 TI 和 FE 是第二和第三位，和上面说的情况就会完全不一样。上面只是在谈相对极端、相对纯粹的情境以后可以问问更加贴近生活的问题。比如这个问题，你自己期待在你生活中想要在什么方面涉及到它？你是想借此来获得更清晰的自我探索呢？还是说想借此来和他人相处呢？好，可以在提问中添加上这样的目的，我的回答可能更有指向性，可以更多的帮到你。这里刷刷 MBTI， 你来问，刷来答，我们不见不散。